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上期视频里，我向大家介绍了天文学家是如何测量太阳系内的天体和离我们比较近的恒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的。在节目中，我还提到，受到测角精度的限制，采用视差法，最多只能测量离太阳326光年以内天体与太阳的距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天文学家是如何测量较远天体与我们的距离。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还会向大家介绍天文学家是如何测量其他恒星系统里恒星和它们的行星之间的距离。好，咱们现在就开始。我们都知道，银河系的半径大约有10万光年，但在上期节目里我已经提到，受测角精度的限制，超过326光年的距离，用视差法是测量不出来的。那天文学家又是如何测量出银河系的尺寸呢？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还要引入3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恒星的绝对亮度。绝对亮度是指恒星在标准距离上的亮度。这个标准距离一般被规定为10个秒差距，也就是大约32.6光年。绝对亮度不受距离的影响，反映了恒星本身的发光能力。我要引入的第2个概念是恒星的视亮度。视亮度是指我们从地球上观测到的恒星亮度。视亮度会受到恒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的影响，距离越远，亮度就越低。而且天文学家还找到了恒星的绝对亮度、视亮度和天体与我们之间距离这3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关系式。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小伙伴开始激动了。恒星的视亮度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我们在知道了恒星的绝对亮度，不就马上可以求出恒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了吗？小伙伴们想得不错，但是恒星的绝对亮度又怎么来求得呢？这个时候，第3个概念就来了，也就是造父变星。那么，什么是造父变星呢？造父变星其实就是质量在3到2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在恒星生命的末期出现的一种状态，就有点像太阳到了红巨星的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恒星，亮度会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造父变星亮度的这种周期性变化是和它的平均绝对亮度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造父变星的亮度变化周期越长，它的平均绝对亮度就越低。因此，只要我们精确地测量了造父变星的亮度变化周期，就可以知道它的绝对亮度，再把绝对亮度和视亮度带入刚才的公式，不就能求出造父变星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了吗？正是因为这点，造父变星就变成了银河系和附近星系中的标准烛光。我们只要找到造父变星，再测量它的亮度变化周期和视亮度，就可以知道造父变星和它周围的区域与我们的距离了。银河系和附近的星系与我们的距离都是通过造父变星来求得的。有了造父变星，天文学家就可以在数百万光年以内的范围测量天体与我们的距离了。对于距离在10亿或数十亿光年的天体，1A 型超新星接替了造父变星的位置，变成了这一区域的宇宙标准烛光。1A 型超新星因为其特殊的形成过程，它的绝对亮度对天文学家来说是已知的，但与造父变星相比， 1A 型超新星具有更高的亮度，因此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被观测到。所以在 1A 型超新星的帮助下，天文学家就能对10几亿年甚至是几十亿年范围内的天体进行测距了。到这儿，可能会有新来的朋友产生这样的疑问：1A 型超新星形成的过程怎么特殊了？有关 1A 型超新星形成的过程，我在我的视频《太阳系的起点：中子星》里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查阅。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天文学家是如何在几十亿光年的范围内测量天体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但是有报道说，有些天体与我们的距离超过了100亿光年。这些天体与我们的距离又是怎么样测量的呢？答案是哈勃红移。哈勃是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就是他最早提出了宇宙膨胀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哈勃定律。后来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遥远的天体，比如星系的光谱，都在向波长更长的方向偏移。由于在光谱中波长更长的方向是红光的方向，所以这种光谱现象也被叫做光谱的红移。根据多普勒效应理论，物体发出电磁波，同时这个物体与您存在着相对运动。当物体向着接近于您的方向运动时，所发出的电磁波的波长就会被缩短，在光谱上表现为电磁波向蓝光方向移动。而当物体向着远离您的方向运动时，在光谱上的表现就是电磁波向红光方向移动。遥远天体光谱的红移说明这些天体正在远离我们。哈勃的宇宙膨胀理论得到了证实，为了纪念它，人们就用哈勃红移来命名这种现象，也用它来代指宇宙的膨胀。下面再让我们来看哈勃定律。建立在宇宙膨胀假说上的哈勃定律的内容是这样的：宇宙中的星系相对于地球远离的速度和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公式。在公式里 d 表示的是天体与我们的距离，而 v 表示的是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 h0 是哈勃常数。在公式里，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是可以通过测量光谱中的红移量来确定的，因此天文学家就可以通过观测天体光谱的红移量来计算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了。用这种方法，天文学家就可以对138亿光年以内的天体进行测距了，而这个138亿光年就是现在天文学家可以测距的最大范围。到这儿，我已经把天文学家主要用于测量天体与我们之间距离的方法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很多种方法在这里没有提及，就比如引力波测距法等等。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给我留言，我另找时间做节目给大家介绍。在本期节目结束之前，我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天文学家是如何测量其他恒星系统里恒星与行星之间的距离。其实，想对其他恒星系统内部天体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的方法有很多种，但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恒星系统中有行星的存在。确定恒星系统中有行星存在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其中主要的就包括：第一是过境法，也就是行星在围绕恒星的运动过程中扫过恒星表面，而正好被观测并记录下来，就像金星凌日一样。过境法也是最早发现系外行星的方法。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天文学家已经有了更多发现系外行星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引力透镜法。我们知道引力能使光发生弯曲，就像光通过透镜发生折射一样。所以当天文学家发现某颗恒星发出的光突然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弯曲，再过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的时候，这就表示光线弯曲的那段时间很可能有一个天体扫过了恒星，它的引力使光线出现了弯曲。如果这种现象定期出现，那就很可能意味着有一个行星正在围绕着恒星运动。第三种方法叫做径向速度法。如果有一个行星围绕着恒星运动，引力的作用会使恒星产生轻微的摆动，这种摆动会导致恒星的光谱发生周期性的红移和蓝移。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观测，天文学家就可以推测出在恒星的周围存在着一个绕恒星转动的行星。最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空间望远镜被发射升空，这些望远镜的分辨率越来越高，甚至能直接分辨出围绕比较近的恒星运行的行星。
像哈勃太空望远镜、韦伯太空望远镜、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都发现了大量的系外行星，其中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更是以超过2700颗系外行星的发现量高居这些望远镜的榜首。截止2024年12月，人们已经发现了超过5600颗系外行星，这其中太空望远镜的作用居功至伟。当系外行星被发现之后，下一步就是确定行星与恒星的距离了。在距离测量上，如果能够直接测量出行星的轨道周期，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第三定律，马上就能确定行星的轨道半径，也就是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此外，通过对恒星光谱周期性变化的分析，天文学家也可以计算出行星对恒星引力扰动的大小，从而计算出行星的轨道半径。总之，与发现系外行星相比，测量行星和它的恒星的距离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因为只要保持持续的观测，确定行星的运动周期或引力扰动，再利用我前面提到的几条物理定律，就可以直接求出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了。好，关于如何在大尺度上测量天体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和如何测量其他恒星系统中恒星与行星的距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